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银鱼写的最新小游戏《风期之境》。这是一个通关拿7风之羽，然后再到商店里换取资源的活动。小游戏一共会持续14天，共有15个关卡。每个关卡能获得的7风之羽上限是1000。若每个关卡都能一次通关，就直接拿满3星。关卡奖励加上活跃奖励，就可以拿到807风之羽。距离上限还差200，所以你还需要特地去自杀4次才能拿满1007风之羽。结果对于能一次就通关拿3星的玩家来说，这反而变成了一种惩罚，体感十分不好。最好的自杀关卡就是第1关，只要跑100米就可以获得活跃奖励。由于关卡是随机的，每一次都不一样，但一般来说只要超过85米就可以放掉，让他自杀了。剩下的复活次数绝对足够他跑完100米。至于要不要每天都拿完，每个关卡的1007风之羽上限就看个人能力了。假设你的通关能力很强，每次都一次就能通关，那我会建议你还是提前清一清，以免后续累积太多，要清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麻烦。如果你本来就是通关苦手，需要多玩几次才能通关的，那么这个额外次数对你来说可能就不是个问题。后续的关卡肯定会越来越难，到时你就会需要挑战更多次，那些活跃奖励也自然就可以拿到了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当你感到通关困难时，就可以不用每天都把上限清干净了。风期之境一共有15关，这代表整个活动能拿到的7风之羽上限应该就只有15000而已。这个数量是肯定是无法换完所有奖励的，所以要有取舍。再来，我们来看看商店里都有些什么奖励可以换。首先是各种职业的残魂，这个目前只能在活动中获得，所以是必换的。残魂一共有6种，每个100可以各换10个。6种残魂换完，总共需要耗费6007风之羽。接着是战绩升级材料，这个也是长期都在缺的，所以也要换。紫色和金色材料都各需407风之羽，总数一共需要807风之羽。奥义升级材料需要的总量也和战绩升级材料一样，紫色和金色的加起来一共需要807风之羽。到这里为止，总共已经消耗掉7607风之羽，占了总数的一半。剩下的就要看你缺什么资源再换了。悠然午后，这是用来提升好感度的。如果你不是每只眷属都抽得很高突的氪老，就可以不用换。氪石之蝎里面有3种基础材料，但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的就只是神奇血滴，其次是钱。最后一个纯血精华现在已经处于完全溢出的状态，早就已经没什么用了。但这次官方把它们全部打包起来一起卖，虽然比较不划算，但为了拿神奇血滴，你也只能全盘接受。全部拿完要12007风之羽，加起来早就超过我们能换的上限了，所以若你要全拿，就要在其他地方做出取舍了。大佬如果有氪满月盟约的，可以放掉1点战绩或奥义升级材料，把氪石这些换完，这样会更划算。其他无氪玩家，我认为还是升级材料大于神奇血滴的。因为很多活动都有等级上限限制，超过200级的作用，也只是为了加战力去打主线而已。最后还有一个170风之羽换1000的钱，它的单价比较小，这是设计给你解决尾数用的。不过这次的资源兑换价格都是以100为单位的，所以根本就不会有尾数的问题，这个钱可以完全无视不用换。只要你的等级不低，用同样价格的去买氪石这些，里面能拿的钱都会比这边直接买更多，所以即使你缺钱，也不要直接去换钱。黑变野柱矿170风之羽可以换10个，10个就等于是10小时的量，这样看起来好像会比170风之羽只换2小时的氪石这些划算。但黑变野柱矿的主要来源还是来自于卖装备，随便卖一个8级装备就可以得到12个黑变野柱矿了，所以170风之羽换10个并不值。加上装备产出有随机性，没拿到适合的阵营装备，也不用太着急着强化，所以黑变野柱矿也不算是太缺的东西，
可以不用换。结论就是，本期活动只要把各职业的残魂、战绩和奥义的升级材料换完，然后剩下的就全换刻石之蝎就好了。如果你懒惰每天自杀，在能全通3星的前提下，最少也能获得12000风之羽。这个数量是足够将职业残魂、战绩和奥义升级材料都换完了。就是刻石之蝎换的比较少而已，所以要不要干就看你自己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